我其实看了很多很多，试过很多很多之后，只要有达到我这个心中标准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准备的这两个，一个是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想我们今天呢，来跟大家仔细的说明一下各种灭火器的种类。在台湾呢，我们的灭火器认可基准，我们灭火器假设以药剂的成分，就是我里面装什么药剂来分类的话，第一个叫做水灭火器。那水灭火器顾名思义，它里面就是装水为主，但是它又不是完全100%纯水哦，它里面还是会加一些这个药剂在里面。第二种的药剂叫做强化液，强化液它的主成分呢也是水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其他的药剂，只是它可能水占的比重没有像刚才讲的水灭火器那么的高。第三种叫做泡沫灭火器，它呢也有很大的成分是有水，只是它会加上很多一种叫做界面活性剂，会让它产生泡沫。那个泡沫就有点像是液体表面呢又覆盖了一层膜，我隔绝这个可燃物跟氧气的接触。第四种呢叫做二氧化碳灭火器，我们用二氧化碳去电熄火势。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干粉灭火器了。干粉里面会分很多种不同的成分，包含我们上一次不是提到了金属火灾吗？它其实是要用特殊干粉。哦，真的哦，所以普通干粉不行。对，普通干粉不行。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那种 ABC 干粉灭火器是灭不了金属火灾。我们以用途来分别，第一个呢就叫做车用灭火器。车用灭火器它就是专门给你使用在移动中交通工具。这些灭火器呢，它还要通过震动检验。因为你想想看，我放在车子上面，我车子不是开的时候就咚咚咚咚，会有那种很剧烈这种晃动颠簸，怕它因为这样震动啊，就是它坏掉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到的住宅用灭火器。那住宅用灭火器它就不是给你用在公共场所用的，住宅用呢会可以灭的火灾种类就是 A 类的一般火灾， C 类的电气火灾，以及 F 类的油锅火灾。我们一般居家会出现到的火警大概也就是这几种。有的厂牌它会把 B 类火灾的能力也加进去，有的不会，那就要看它药剂是用什么的。对，看它怎么用。大部分都是使用强化液，所以它喷出来很像是那种水雾。为什么我会选择住宅用灭火器？一个是它能够应付家里所有的状况，一个是它喷出来的这个水雾比较不会造成伤害。不会让这干粉灭火器一喷啊，这是一阵烟一阵雾，我在灭火的人可能会有危险，然后我可能在喷的时候还会吸到很多那种很臭的毒气啊，很呛。然后火有没有灭掉你又看不到，因为雾太浓。那再来它造成的环境伤害也少，擦一擦就好。真的它擦一擦就好。对啊，你要能够让自己就是安全而且有效的灭火，我觉得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你把自己练成厉害的人，对，可是它对大家而言不容易啊。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神兵利器，那个灭火效果够好，而且对于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是安全的。我们家里其实放了2支灭火器，一个是刚刚讲的住宅用灭火器，我们专门拿来去处理油锅，另外一个在我们家门口放了另外一支水灭火器。住宅用灭火器放厨房，然后另一支是水灭火器放客厅门口。对，因为水灭火器没办法灭油锅，所以我们这支水灭火器是处理其他情况。那住宅用灭火器呢，它可以灭油锅，我们是特地要它来我们家里对付油锅的，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厨房里面。我其实看了很多很多，试过很多很多之后，只要有达到我这个心中标准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准备的这两个，一个是住宅用灭火器，一个是水灭火器。你看了那个影片你也晓得，它其实是那个病床，我们点了火，它其实已经烧得很大的哦，结果呢它冲上去的这样随便乱喷，居然火给它给喷死。那这个水灭火器就像你看到的那个效果一样，它的温度就降得很快，而且没有让你出现一阵烟一阵雾让你看不见状况，甚至你想说万一我失败要撤退了还找不到路那种情况。最后呢就是有可能会有个问题，我灭火器到底要准备几支？
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，叫做灭火效能值。你去看那个灭火器的瓶子上面，只要那支灭火器有通过认可的话，它一定会在灭火器瓶子上面写我有多少的灭火效能值。举个例子，它可能会写 A3、B12， 它的意思是说我这支灭火器对于 A 类火灾有3个灭火效能值，对于 B 类火灾有12个灭火效能值。一个效能值到底多大，那个是法规规定的。我可能会依照法规，例如说我这个场所我必须要有10个 A 类的灭火效能值。假设我刚才那支灭火器是 A3， 那我这边应该就要放几支灭火器了？你可能就要放4支。所以呢，其实你说这个数量要多少，这个会牵涉到说你的场所依法规规定要几个效能值，以及你选用的灭火器有多少的效能值。所以我想呢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另外想问问大家在学校或公司有没有练习灭火器的经验呢？经验怎么样？欢迎下面留言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消防队大部分都是灭那个已经烧大的火，你让消防队去操作灭火器，它其实也不见得会很厉害，没有那种经验。我觉得很反差萌，知道吗？因为那消防员看起来很英勇、很帅，然后你丢一个灭火器他就问号。烧大了我才会灭，小的呢，你先等它烧大我才会灭。这个我不是要去说那个什么消防队不厉害，或是消防队怎么样，但是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遇到的状况不同。消防队每天工作遇到的情况都是我已经烧大了，我团体作战。当然我相信啦，因为消防队看过真的火灾，也比较有这样的经验跟知识。你要消防队从零练到有，会比一般民众容易很多。